大家周末好，我们做这周的总结。相信一直跟我们这个视频下的小伙伴们发现，就是这一周我们都是谨慎做多，在谨慎中寻找我们能找到的这种交易方向和机会。那么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我相信大多数做多的小伙伴会有非常大的担心，一个是市场上的过热，而且现在这是一个年线，加上我们在这个一个重要的趋势线的阻力位。那么做多的小伙伴这里一定是非常担心的，但实际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现象，对于一个做空的小伙伴你应该更担心。所以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给了我们一些让你既做空和又做多都非常矛盾和担心的位置，我们称这种位置为进退维谷。那么我们后续该如何去应对，而这几个现象到底是什么现象，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今天的银行的财报是出来了，而且银行的财报出来之后，大家看到在盘前其实是一个大幅下跌的。那么银行的财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它大幅下跌呢？其实如果我们仅仅是看第四季度，也就是去年第四季度的一个银行的表现，其实他们的表现整体上是非常不错的，而市场上真正的担忧是银行大家看《华尔街日报》这句话说的其实非常好，他们是什么呢？就 girding for recession but not feeling one yet， 就是他现在的数据还没有看出 recession， 但是银行们已经感受到了 recession 所带来的压力，就是银行看到了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的信用卡的消费扩张的增加，那么意味着银行的借贷这一块的增加，包括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的 default rate， 就是它欠债率或者说是银行风险的这么一个增加。那么对于一个我们说衰退交易或衰退这个逻辑来交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空的一个原因，因为这就引爆了市场，告诉市场上一个展望，就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经济中已经有出现了 recession 的苗头，而作为银行嘛，它一直都在这里有一定的咱们说控制，或者说我们对这个风险是有一定的一个把控和预期那么市场上表现跟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是一方面我可以理解成是银行本身对这个市场有一个或者说 recession 有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投资者对银行这种充分的准备呢表示一种乐观。而我看到的这种第一个现象就是表现出来一个相对强的反脆弱性。所以说反脆弱性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出来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市场预期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而市场的资金对它的态度和表现却呈现截然相反的这种一个态度，那么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会成为强烈的一种相反的趋势的一个特征。比如说我们看到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财报，亮丽的财报又给出了非常好的营收指引，结果股价却大跌，然后背后呢结束以后肯定会找出一大堆所谓的理由那这个理由你就怎么编都可以了。那其实就是资金的态度跟你所看到的事实呈现相反，那么这个就称之为什么脆弱，或者说这个称之为低于预期。那么如果今天出现了一个事件是你预期之中或者比预期还要差，然后呢资金的态度就跟它相反，那我们称为反脆弱性。所以今天银行就给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表现。好，我们可以看金融板块的这个表现，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几个大银行都是这种低开走高的这种强势表现。那么整个的金融板块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我们就看见这里形成了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把它从周线级别上来看，大家看周线级别金融板块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反转的急需能量的这种底部的这么一个形态底部形态。就是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交易什么？交易一种形态，交易一个结构，因为这种形态和结构都是源于多空双方的一个扭矩或者扭力产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金融板块这里面不再出现什么呢？不再出现新低，这个新低之后这是次低，
这个地方也不再出现什么次高。那么现在的话，次低出来了以后，我们就看能不能出现一个新高。那么这里一个旦突破的回踩再向上，证明金融板块的这一轮的回调就结束了那么除非比如说有一种可能说，那有什么有这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位置上，金融板块这个位置上我是向上了向上了之后我没上去，结果假突破下来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另外我们再说。但是以现在这个结构和能量来看，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个市场金融板块这个地方是明显表现出资金在这个位置上是进行做多的。好，我们从市场深度来对市场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多头，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需要有什么观察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市场深度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热。那么大家注意，市场深度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大家看超过100的几次那比如说或者接近100的时候，在今年往往都是一个什么呢？需要回调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距离顶部比较近的这么一个位置。大家看这里也是这里也是。但是你要注意，往往它不是那个最高点，因为最高点出现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深度的背离大家注意这一点。大家看这里位置而且是20年是一个高点，其他的大家看这个地方也是，它都会出现一个震荡或者向下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其他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市场上进行一个观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深度上的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过热那这个严重过热是怎么产生？就是资金向里涌入的一个产生那我们会分析，那么从板块上再来分析那么资金涌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作为多头来讲，我们首先需要担心的就是当下市场中整个深度偏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深度过热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极度看空的信号，它是一个多头需要在这个地方拿走利润的一个信号，它并不是看空。因为如果你看空的话，你需要在深度上出现一个背离。不知道我这点有没有给大家说得清楚，就是如果你在这里不是特别看多的情况下，它不代表马上我们就在里面砸进去做空这是两码事儿。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指数的走势。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指数技术上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发现正好市场上又来到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上。那么这个下降趋势线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作为多头来说仍然是一个取力的位置。所以我们通过深度通过这个趋势线可以看到，作为 SPY 当下位置不应该全力做多，而是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策略。好，那我们再来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已经出现了将一个什么呢？6连阳6连阳的话也是在上攻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个位置上它会还有一点点的一个空间。那从深度的角度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纳斯达克这里面也是深度它的恢复极大深度的恢复极大。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还是那句话，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我们说纽交所这个标普，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深度它都是一个过热的状态，那么它也都不能代表马上是暴跌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代表的是市场深度的暴涨意味着有资金的行为。那么这就是一个资金涌入但短期内又非常热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完了大盘的走势。那么我们知道纳斯达克和标普在这个位置上都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小盘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是突破了，这也是变相告诉我们说，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度非常高的热情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反弹，甚至是反转。那么资金面上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当下市场所存的现金，尤其是互惠基金，咱们说 mutual fund， 它的基金持有的现金量是来到历史最大。那么这些现金可能会投资一些财报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我们会在财报季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当市场上一些这个做空的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在做空的这些机构，他们做空包括我们说的这些成长股，
在这些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就是因为这个面对市场上现在这个成长，或者说市场上的这个情绪出现了一个排空，或者说是把空头补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后面呢还会要观察市场上的走势，那这些机构这些基金他们是如何进行布局的。但整体上来说，市场上的买盘是不缺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什么呢？有这个 CTA 的基金，被动基金在这个位置上转为买入，同时还有对冲基金的一部分平仓，加上互惠基金有一堆现金准备买入。那么我们别忘了，财报季现在已经开始了，从1月的下半部分，或者说下旬到2月初开始股票回购的窗口也会逐渐的打开。那么那些拥有股票回购能力的蓝筹的这个位置上也会带来新的购买力。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谨慎也看空，但不会去做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表现，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仍然具有非常高的热情。回过头来我们说半导体半导体呢，台积电的财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而且它作为最主要的晶片生产厂，而且是领先者，那么对整个市场对半导体的看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的整个的财报其实是一般，它的营收各方面确实是不错，而且答应会准备在2023年9月开支，但是它的预期的营收比2022年1月咱们说它预期2023年的第一季度和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甚至于它没有任何增长，甚至还是它的最高区间都比它的这个2022年1月的这个收入都会少一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是没什么增长了那么只能靠节约开支，所谓的勒紧裤腰带。那么这个财报在当时我夜里看到的时候，我当时认为是半导体很有可能会出现一轮血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解读成一种利空，或者说确定我们将出现一个半导体行业的过剩，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儿。但是呢，市场并没有这么看，因为市场上它的预期可能比这个更差，或者说资金去怎么解读，不是是我这样能决定的，那么是由资金来决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SMH 在这段时间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 SMH 在出现了发大财信号之后，又突破了趋势线，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跟左边对称的一个次低，那么还没有出现高点，那么还没有打破值，那么现在来到了它的一个阻力区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在出了财报以后爆了巨量之后，它是跳空高开走高，那么这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那么就是说，这是市场的解读跟银行是非常的类似，就是如果我们从第一反应和直觉上去判断它的一个财报，你可能没有感受到它如此强大的这种这么利多的这么一个感觉，但市场上就是把它解读成了利多，或者资金把它解读成了一个利多。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去跟市场的资金拧着干或者反着干。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既然看到了半导体出现了也有反脆弱的情况，那么说明半导体和金融板块都是在这个地方被资金所青睐，或者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资金去承接，愿意在这个位置上买。配合我们说的资金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半导体板块的后续走势。完美风暴系统是专门为指数、ETF 和大型蓝筹个股设计的抄底和逃顶的波段交易系统。系统开发来自于多个维度的数据共振，系统着重于日线级别的波段交易，易操作，容易上手，非常适合不容易盯盘的上班族进行波段的资产配置。好，那么 CPI 之后呢，在 CPI 那一期我跟大家讲了，就是 CPI 出来之后，市场上明显的情绪过热，我们没必要再多仓过这么大有风险的一件事，而且市场的预估是比我们 CPI 的预期整个要什么呢？要更加乐观。而 CPI 的数据出来其实是跟预期差不多，同时在服务业上那个数字，这是我们第三个观察的点，服务业的数字仍然非常顽固的情况下，在往常我们可以说这可以理解成一个巨大的利空，直接把市场上完全砸下去。然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注意，完全可以走出9月13号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这根阴线。那么当时和我们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没有走出这么弱势的一个情况。资金又再次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忽视所谓的利空，而是选择把它当做一个好的消息来做。那么我们说了，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说确认你这个位置上是变强而没有走得非常弱的情况下，我们腾出来的那些空间，腾出来那些现金出来的一些动能股的钱，从中概出来的钱，我们去哪里找呢？我们首先他说到了，就是 XPI 的这个地方盘整了，一共只有4个月。那么这个位置上直接画好了，我就在这设好 alert 了设好了 alert。那么这个地方一旦突破，就日内就进进了之后，大家看这里出现了一个，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踩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踩。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和交易计划呢？那首先来看，如果你这个位置上你说突破，那突破就是突破。那么突破如果这个位置上是我们在这个突破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把它就作为我们整个突破的一个止损位。那么你在这个位置止损位上，它如果离盘整，那我们可以进行买入，等待下一次的进攻。那么如果它在这个位置上走的非常弱，比如说这个阴阳线被吞没了以后直接打下去了，那么这个位置上直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形成了假突破，它就是一个转空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为什么这个位置上你说有没有什么消息刺激？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消息，那么我们只是看到了个资金行为。还有一点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太多的我们的投资者特别喜欢去猜涨跌，明天是涨是跌，后面是涨是跌，你觉得哪个涨哪个跌，而忽略了我们的交易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去猜它涨跌，而是找到性价比非常高，或者说是我们非常容易判断容易做的机会去做，而不去挑战那种高难度。那明显感觉到，你可以感觉到这样的操作的突破操作，它就是一个低难度的操作，它不是高难度的操作。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操作就会相对简单一些。那么这个过程我也跟大家说了，如果它这里走弱，我们就出那么我们说交易10至8、9都不是让人非常满意，但是我们的资金不可以被在这里面套住，而是保持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好，我们稍微聊一下特斯拉降价。那么关于特斯拉降价的话，很多朋友觉得这可能是个利空那么从市场资金的表现来说，这没有表现出一种利空的状态。那么我的分析在第一时间我也认为是利多，因为从长期而言，特斯拉首先它降得起价因为特斯拉的车它的盈利率我们说35%以上降个20%还有15%的盈利率，这个咱们说的毛利实在是所有车企无法匹及的。那么这个跟手机一样做汽车的毛利其实也不正常。对于特斯拉来说，现在扩张这么多的产量，就应该把它的整个车的价格降下去。而特斯拉的未来也不在做车上，特斯拉的未来在于我们说的金融保险、自动驾驶、机器人等一系列可以咱们说既可以炒作也可以买入投资的这样令人期待的产品。那么没必要在车上去赚那个所谓的高额的利润，同时打击它的竞争对手。那么除了特斯拉可以这么降价以外，没有任何电动车企可以这么降价，或者是在跟特斯拉竞争。那么一个 Model Y 现在价格52900，那么你再加上7500块钱的退税，那么它的价格就来到了将近4万多。那么4万多，现在你到一个丰田的 dealer 去买一个 RAV4，那你看看你能不能4万多拿下来。那么它的这个竞争可以称之为降维，也就是原来特斯拉作为一个高端产品，大家认为是有钱人开，那现在的话有钱人肯定不爽呢因为我要跟你有区别嘛，需要牌子，需要咱们所谓的 badge， 但是作为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个代步工具。那既然是买谁不是买那么一旦它变成了一个买菜车，进入这个大家普通家庭，那么它的很多咱们说的瑕疵也好问题也好就不是问题，在价格面前形象包括做工很多大家吐槽的点它就不叫问题了。
所以对于你看得对跟谁比，所以说我特别认可特斯拉这个操作，就是进行一个降维，也就是说全面进入普通家庭的这样一个汽车的扩展的这么一个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做到让电动车进到千家万户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些工厂开动它的产能才有意义啊！而且我们对于特斯拉来说，我觉得大家从估值上，虽然 PE 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收、它的利润率在降低，它的营收一定会降低，但是它的增长量只要还留在那里，那么仍然可以按照成长股进行估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同一批人，那 P1000 以上或者 PS 非常高的时候，大家会把特斯拉那些炒作的拿出来说特斯拉便宜，特斯拉不贵。那么当我们看到特斯拉的 forward PE， 也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估值来到20-30、30-40的时候，大家说了，你得跟福特比，你跟通用比，就那就是7、8或者说10以下那才行。那现在还是太贵。我们会发现你在估这个公司的时候，大家所用到的条件状态也都是完全不统一。那就是在跌的时候你怎么看，能往下比嘛，都贵。那涨的时候呢，你可以往上比，那对吧？去火星那怎么都便宜。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投资或在做投机决定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醒的看到你的目标是什么，就你要拿多久。比如说我如果愿意拿很久的话，我认为特斯拉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值得一个投资的标的，因为对于电动车来说，这种降价杀，那基本上就是要把竞争对手碾压之后的话，就会形成垄断。那么形成垄断的有护城河的公司，那就对标什么苹果了，就是对标谷歌或者对标微软，就是有护城河。护城河一旦出来，那么这样的公司，你对它的估值模型又会产生非常不同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在这个出现降价之后，我是非常开心的看到特斯拉有这样的变动。非常不错，所以我对于特斯拉长期的看法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从价格或者说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想跟大家说，从投机角度来说，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反复的震荡，我们完全可以在低位进行吸筹甚至于反复震荡之后的一个离开，只要这个离开不是瀑布杀，都可以在它离开的这个点进行一个吸筹。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说整个下跌的过程中，把整个的持有的筹码，或者咱们说持有人的这些筹码的比例完全打散了那么它是一个需要把这些筹码重新捡起来、重新组装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所以你指望说在这买完之后就暴涨，或者说赚大钱、发大财、翻倍，那么这个短期内的话也不现实。但如果你真是长期投资者的话，你需要耐心。好了，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